定很痛哦，因为是整个这样子把皮肤撑开来。你真的很能忍呢哦，找回家族的记忆，刻在自己的身上。Wow, this is unreal. Hi, I'm Yosifu, a contemporary indigenous artist from Taiwan. I'm so happy and blessed to be here with you, sharing the unique stories of Taiwan's vibrant cultural tapestry. In recent years, I've been deeply moved by those who have shared their lives with me on my journeys across the Pacific Islands. I was impressed by the vitality of their cultures, especially the way they managed to preserve their traditions through mesmerizing colors and symbolic patterns. These encounters sparked a powerful longing to return home in order for me to rediscover the artistic roots of my own people. Today, I'm honored to join hands with artist Cudjuy Patjidres as we explore hand-tapped tattoos. This sacred art of the Paiwan people carries centuries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ancestral memory. 哎，佑哥，哦欢迎你我的工作室，你的工作室，很大哎，小小啦。这个是你上次那个什么联合开幕记者会，这个都有留对啊，下来对啊，我本来是要盖鸡舍啊，后面想想啊，算了啦，没有地方可以放了啊。很多装置艺术啊，那个我自己刻的了，以前用美工刀，这一些都会拿去借展用，做展览的。我这一批嘛，有拿去总统府展过。我们最传统的纹身工具，以前的柚子树，柚子树，对，排湾族以前都用嘎木老的刺来制作工具，到后面呢用兽骨，这边山猪的牙齿，山猪啊，对，然后磨砺，再用石头去慢慢磨尖磨砺。如果要用石头来磨，那个要磨很久哎，磨很久。这个是你自己做的吗？对啊，我自己做的啊。对啊。像我那边有3个木头的那个是菲律宾那个阿嬷有没有？105岁，对，他现在是网红了。这个就是他刺的，看得出来一点一点。久了半年之后、1年之后，颜色晕开就连在一起了。但是刺很深。哇，对，这个就看起来更精致一点。对，配合我们的手的大小、我们的身材、姿势来去制作的。所以说工具要完全是属于我个人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去制作工具。如果说你手很大，相对你的工具会比较大只、比较长。这个就是我常使用的工具。哇，太精致了。对。好漂亮，这个是蛇纹是不是？对，蛇纹当然是我们排湾族的守护神嘛。这个已经是艺术了，上面有点像梳子一样的那个。对，然后我们就是用这个页岩下去磨。这是你们排湾族上面的页岩也可以这么坚硬到可以磨这个是山猪的獠牙。对，它是最后细磨的时候，让它变很利的时候使用的。对，是这样。哇，然后这个很锐利耶，很利。哇，轻轻敲就进去皮肤了。哇，这像这些材质有玉啦，有柚子的那个刺，那还有木，还有石，还有山猪的獠牙。那这几种啊。哪一种是你最喜欢用，或是哪一种它的稳定性比较好？我喜欢用兽骨。兽骨啊？为什么？很快，速度很快。现在整个太平洋的拍刺文化已经开始在慢慢这10来年开始慢慢的复振起来。
复振起来。你看我去年底去大溪地，Tonga 的纹身师也出来。10几年前我们还在机器，现在大家都出来敲了。因为大家开始已经喜欢那种所谓的仪式感。对，越传统的东西，其实那个美感，其实不单单只是就是身体身上的纹路，那个过程的那个美感是大家最享受的地方。对，那请问一下，那个通常啊，我们的那个颜料啊，那是你通常是大概用什么样的颜料？一般我们从过去的早期的颜料是用锅底炭，锅底炭就是我们在起火有没有？以前在烧火烧柴，锅子下面不是都有炭吗？手不是都会黑黑，刮下来。这个是所有太平洋原住民使用的颜料，大部分都是用这种炭。OK， 对，把它刮下来，集中用水或者椰子水，或者椰子油下去和，让它变成墨水，然后再来那我炸到很期待。上。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跟你以物易物。然后可以啊，我的作品跟你的一件没有问题，那个工具可以吗？可以，成交，成交。Cudjuy Patjidres is a visionary artist devoted to reviving the once lost art of hand-cut tattoos. He has traveled as far as New Zealand, Tahiti, and Hawaii to master this sacred technique, and now dedicates himself to reintegrating it into the fabric of his village. His creations are more than just art. They are bridges between the generations, connecting the tangible and the spiritual. 哇，海华，这个就是你的豪华接待所吗？对，秘密基地。哦，秘密基地，秘密招待所，秘密招待所。对。哇，都是木造的。对啊，都用废弃的木头。喂，这个雕刻很好看。我这边就是纹身跟木工一起。哦，纹身跟木工。对。哇，那个木头的香气。哎，在山上比较凉哎。山上本来就比较凉啊。哇，舒服。海华，我有点渴，我们有水可以喝吗？有啊。哦，好啊。煮了。哦，煮了。有，请坐。哇！我的水杯好吗？我喜欢，这个是我见过最豪华的那个马克杯。OK， 你喝这个水是很不一样的。你喝这个水是很不一样的，然后主要也要让你知道，我们的颜料的采集。就是从我后面这边跟这个水相关的，就是锅子旁边的锅底炭。不是木炭啊？不是。炭积在这里。采集起来。采集起来。OK， 好。还真的有哎。再用山水。对，这个就是我们在整个太平洋也都是这样的做法。哎，还真的有这个颜色。对啊，其实用这个作画就蛮不错的。是啊，有点像我们的炭笔。对啊。我们画家，我们画画的时候有时候会用炭笔。对。但是这种颜料很容易造成皮肤发炎，所以说以前的人在纹身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纹身的禁忌。哪方面的禁忌 ？OK， 好，我们在纹身，在纹身的时候有怀孕的、有月事的，还有家里有丧事的人都不能来。在做传统纹身。他们都不能进来这个现场。对，会造成就是被纹身的人会不顺，还有我们在做纹身的人，我们的工具会出状况。原来有这样的禁忌。真的纹身针，我现在都用到金属了，用到金属针。如果说我在做传统手纹的时候，里面有人进来，像比方说有月事的人进来，或者怀孕的人，我的针开始会变形。
所以纹身这种东西其实是一种仪式。对，那仪式的神圣性，还有仪式的中间，如果受到什么干扰，或者是说人家讲就是说不干净的灵魂介入的时候呢，他就会出一些状况。因为我知道有些像我的父亲，他是猎人，他到山上打猎之前，那就会也是会有一些禁忌。那还有我们阿美族在做那个妇女在做糯米酒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禁忌。对啊，在做传统的男生的身上的纹身，还有女性的手纹，自己族人在做，会非常的尊重这样子的禁忌，因为这个是祖先过去一直留下来的一些经验。对，那可能在一般人觉得这个是一个迷信，那可是有一些冥冥当中看不见的东西，就像风一样，它看不见，但是它其实事实上是存在。所以不管是做什么，我们其实还是要存给一个谨慎跟敬畏的心去做。是。那所以，哇，那个做纹身的话，男生跟女生有什么差别？男生跟女生没有什么差别啊，都是很痛啊。没有，男生的面积比较大了，女孩子的面积比较小。对啊，然后但是疼痛度的话，在女生的手纹会真的比较痛。而且又刺到手指头关节这个地方。台湾族的就是传统派式，它也是一种身份跟地位的象征。对，位阶，对，就很清楚的知道你是谁，然后就等于像我们的那个阿兵哥的那个军阶一样。就是下士、中士、上士，一兵、二兵、三兵。然后在原住民的图文里面看呢，图文越是复杂，越是细腻，位阶越高，越满。位阶越高。是。那请问一下，它这个图文设计啊，是你自己的自由创作，还是他们家族特有的？他们家族特有的图文。对。那这样看上去好像是百步蛇的。对，百步蛇的背后的三角形。背后的三角形。哇，其实刺这个其实一定很痛哦，因为是整个这样子把皮肤撑开来。然后还要再透过针打下去，那个皮肉之痛，那个真的叫皮肉之痛。哇，那这个针就是早上我们讲的那个钢针吗？还是？对，早上我们在讲的那个钢针。大哥，会痛吗？不会。你真的很能忍呢哦。像我的祖先像我的曾祖父的，所以才不会很痛。哇，其实你这样讲，其实我还蛮感动的，因为这个其实是找回家族的记忆，还有传统刻在自己的身上。对。哇，这都要传承的。是。来给小孩子。Drawing traditional motifs with charcoal ash was truly a moment of awakening for me, allowing me to experience the primal and powerful nature of these Paiwan traditions. As Cudjuy shared the stories behind his traditional hand tattoos, I came to understand how even humble charcoal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a symbol of honor and identity. For the Paiwan people,
tattooing isn't just decorative, but rather a piece of living history. Like many indigenous peoples around the world, they use their bodies as vessel of story and strength. While modern tattoo inks may be safer, the raw essence of traditional tattooing still reverberates with deeper meaning. I can't wait to collaborate with Cudjuy and see what kinds of spark we ignite. 耶，完成了。然后我会用笔，从上面画那个粗的铅笔吗？有，要比较钝的，不要太对。OK， 用这个画。哇，已经在上面了。画到这边嘛，是。稍微那个光给它拉长，因为它的腿比较面积比较长，然后小腿是长的地方，这看起来更大气了。对，好看。就稍微加一点。是。海花，我这个设计啊是属于创意图腾。那就是适合在一般的那个就是人身上。那我想请问一下，像今天早上啊，那个就是头目的左右护法身上的那些图文，他们可以吗？他们不行。不行。对，会比较，他们会是需要经过他们家族的讨论、商讨、确定。好，比方说好了，就算他是凭你，也是要经过家族的人去讨论，是商讨好了，之后确定图文好了，才会再来做纹身的动作。毕竟这个这个刺青是要永久留在身上，对。那同时也是就像你讲的是阶级，对，还有传统的象征，对。那我想请问一下，你在拍摄最困难的是哪个部位？这边内侧。内侧啊。还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很不好，所以说一定要2个到3个助手去成品。是，就是海华，我很开心哦。那个我第一次设计这种的图腾的那个创意图腾的设计，然后呢是由你来亲自操刀，就是我很开心。第一，这个是我生平第一件的处女座，刻在你的身上。其实这个是太阳跟月亮，我希望把这个太阳的那个热情，还有那个正面的力量放到你的身上，可以吗？可以。其实早上我本来是要设计什么，你知道吗？Hello Kitty。希望你喜欢。可以。哇，这个真的是皮肉之痛，因为要拍吃之前，我们还要把这个皮撑开。Collaborating with Cudjuy on this piece goes beyond an act of creation. It is heartfelt dialogue between cultures. By blending the patterns of indigenous communities across the Pacific with the sacred symbols of Paiwan people, we've built a bridge that spans both my journey and his heritage. This is the magic of art. It has the power to unite us across oceans, cultures, and time. 戴错眼镜，哇，我看起来怎么糊糊的？戴错老花。阿弟刻错了怎么办？哇，已经完成了，而且你下面有在加这个那个线条，让它看起来更有延伸感。是，马萨嘎朗，怎么样？喜欢吗？喜欢。希望可以把这个阳光的能量带给你。英文有一句话叫做，Beauty is painful， 美丽是要付上代价的。痛不痛？痛哦，但是值得了哈。好看，我真的很喜欢。哇哦，那
我们就给师傅拍手吧。Working with Cudjuy Patjidres has shown me how art can transcend borders and language, helping us to come together through our shared humanity. I hope that our work inspires others to explore and cherish this precious cultural heritage. Watching Cudjuy complete this tattoo was simply mesmerizing. He explained that traditional Paiwan tattoo often signifies status or gender, and that each mark is deep in meaning. Seeing this art come alive, it felt like I was witnessing firsthand history in the making.